这一家子怕是熬不过今晚喽。哼哼。那是我爹的衣服。你爹？流放的犯人也配讲究？这破庙四面漏风，今晚少说零下30度。我劝你们一家子趁早挨在一块暖和暖和，明儿一早我带草席来收尸，给你们留个全尸也算积德了。前世顶尖学府的材料学与军工双亮博士，一场实验室爆炸，竟让我成了大秦王朝流放的庶子。哥，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死在这儿了？黑风关百姓谈之色变的毒烟石，烧了会七窍流血的恶鬼诅咒，不过是一片浅层裸露的褐莓，都给我起来！哥，我说都给我起来！想活命的，现在就跟我动起来！坐在这儿等死的，我不拦着。成儿，你要做什么？烧火，取暖，活下去。成儿不可啊！那是毒烟石，烧不得，会死人的。会死人的不是这石头，是无知。婶娘，黄泥拿来。哥，你这是在和泥吧？这玩意儿能烧？能不能烧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热气走得越久，炕就越热。热了，哥，炕热了，真的热了，这石头真的能烧，还不毒。暖和，真的暖和。哥，我活过来了。赵头，这趟差事可肥呀！那李家祖上好歹是工部侍郎，身上指不定还揣着点金银素甩。咱们收了尸，这财不就到手了？嘿，你小子机灵！昨晚那风刮得我在被窝里都打哆嗦，那破庙四面漏风，还被我扒了最后一件棉袄。我跟你打赌，这一家8口，今早最多剩3口气，剩下的咱们一刀一个补个痛快，也省得他们受罪。你说是不是行了善了？赵头仁义。赵头，
那破庙的烟囱方向，许是哪个不要命的烧了破家具取暖，强弩之末罢了。哼哼，撑死也就多挨2个时辰。哼。这不可能！昨晚那么冷，我还扒了你们的棉袄，你们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哟，这不是王差爷吗？怎么亲自来给我们送草席？有心了。不过这草席嘛，差爷还是自己留着吧。这天寒地冻的，差爷您坐在雪地里。赵头，这李家邪门的很，咱们还是快走吧。2位差爷，这世上没有什么邪门弯道，只有你们不懂的道理罢了。你们眼中能死人的毒烟石，在我李成武手里，就是续命的暖炉。回去告诉你们的上官，李家死不了。你们扒走了我李家最后一件棉袄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来日方长，我会亲自10倍、100倍的讨回来。哥，你看，他们跑了，他们被你吓尿了，太解气了。成儿是为父没用啊，若不是你，我李家满门今日就要布施荒野了。爹，说这些做什么？咱们李家从来都不是任人宰割的羊，今日他们能扒我们的棉袄，明日就能要我们的命。在这黑风关，想活得有尊严，光会取暖还远远不够。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咱们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，蜂窝煤、火炕，这些都是能让人活命的东西。在这冻死人的边关，这就是最硬的筹码，用筹码换我们想要的一个能堂堂正正站起来的身份。来人了，好多人！哥，这阵仗是要杀人啊！竟然是真的！在这连撒尿都能冻成冰棍的极寒之地，这四面漏风的破妖里，竟然真的暖如阳春。你就是李家那个庶子李成武？正是在下。敢问将军，带着这许多兵器，踏破我李家门庭，所谓何事？何事？哼！本将听闻你用一种黑石头取暖，一夜之间救活了全家。这取暖的法子，本刀要了，识相的把法子交出来，否则休怪本将的刀不认人。哥，给他吧，保命要紧啊！罢了。死到临头，你笑什么？我笑将军你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将军要杀我易如反掌，可将军杀了我，然后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取暖救命的法子就永远烂在我李成武的肚子里，随我一同入土。将军可知，如今这黑风关的军营里，每夜都有多少士兵因为缺柴少炭，活活冻死在哨位上？他怎会知道我军中柴炭告竭，每天清晨都有弟兄冻死的居民？
你怎么知道军中之事？我不知道军中之事，将军请看清楚了，这一炉煤火从昨夜烧到现在，不过烧了3块拳头大的毒烟石，3块石头，一整夜的温暖。而这黑风关后山这样的石头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将军，你麾下有多少弟兄正在受冻？500、800，只要你想，我能让黑风关所有的军营、所有的哨所，从今往后夜夜温暖如春，再无一人冻死。李成武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本将也不与你绕弯子。这法子，本将势在必得。你开个价吧，要金子还是要银子？只要本将能给的，绝不含糊。将军，金银与我如同粪土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我李家全族脱去这流放犯籍，从今往后，在这黑风关堂堂正正的做人。我还要黑风关后山那片荒地的开采之权，以及自主木工、自治其地的权利。脱籍、自治、木工，这小子的胃口简直是要吞天！这分明是要在我的地盘上划地成王啊！将军放心，我李家世受国恩，绝无反叛之心。我以蜂窝煤之法，助将军保住麾下弟兄性命，稳住您这100户的乌纱。将军与我李家立足之地，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，你我各取所需，岂不快待？哈哈哈哈！痛快！本正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。脱籍文书、后山荒地、木工自治，本将全都准了。但是，你必须在3日之内教会本将的人制作这蜂窝煤和火炕。若是误了军营取暖的大事，这脱籍文书，本将随时能撕了它，让你李家满门抄闪。一言为定。哥，我们脱籍了，我们有自己的地盘了，你太神了！光靠教他们和泥巴烧火，我们就能翻身了。李老先生，从今日起，你李家8口便不再是流放之犯，而是我黑风关的在册良民了。东至断魂崖，西到黑水河，从今往后皆归你李家所有。谢将军，我李家上下没齿难忘。将军守诺，李成武感激不尽。这3日，我已教会贵部工匠制作蜂窝煤与盘气火炕之法，想必军营取暖已无大碍。何止是无大碍？昨夜本将亲自巡营，整整1夜，没有一个弟兄冻死，这是入冬以来头一遭啊！李成武，你可知道，你这一炉火救的不是1、2个人，是本将麾下几百条人命啊！将军言重了，取暖只是开始，边关缺的何止是温暖，缺衣、缺食、缺御敌之气，这些迟早都是要命的难题。不过成事一步一步来，眼下我得先把这后山的产业立起来。都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我李家工坊的第1批工人。李公子，我们这些废人真能有口饱饭吃？军营里我们连狗都不如。在我李成武这里，没有废人，只要肯出力、肯做事，我管你们饱饭，管你们暖屋，每月还有工钱可拿。我李成武向你们保证，跟着我干，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出力流汗的人饿着肚子、受着冻。公子，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！从今往后，我王老栓这条命就是公子的了。愿为公子效死！都起来！我李家不兴跪拜这一套，我要的不是你们的命，是你们的双手和一颗肯踏实做事的心。现在都打起精神来，建工坊，挖煤窑，让这后山的炉火烧得旺旺的。哥，不好了，军营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。好多士兵，还有关里的流民，突然就看不见东西了，一到天黑就成了瞎子，还有人浑身长红斑，牙龈流血，倒下一大片。赵将军派人来请你，说是火急火燎的。天黑瞎眼、夜盲症、牙龈流血、坏血病，严重缺乏维生素导致的绝症来了，比我预想的还要快一些。李成武，出大事了！
军中将士一夜之间倒了上百号人，军医束手无策，都说是瘟疫。关外的匈奴人不知怎么得了消息，正在集结，怕是要趁火打劫。你上次说边关缺衣缺食的难题，你有法子解。将军莫慌，这不是什么瘟疫，死不了人，前提是听我的。当真？你有什么，本将都给你。给我半月时间，我不仅要让这些倒下的将士重新站起，我还要让他们在这冰天雪地里吃上新鲜的蔬菜，穿上比匈奴兽皮还暖的衣裳。哥，这冰天雪地、大雪封山的，哪来的新鲜蔬菜啊？你该不会是疯了吧？李成武，你看，就是这样。军医说，这是天降的瘟疫，是老天爷要收人。放屁！这不是瘟疫，是病，是穷病，是这鬼地方逼出来的病。穷病？此话怎讲？将军，我问你，这些弟兄入冬以来，可曾吃过一口新鲜的青菜？可曾见过一颗鲜亮的果子？边关苦寒，滴水成冰，哪来的青菜果子？将士们能有口羹凉咸肉填饱肚子就不错了。这就对了，病根就在这干粮咸肉上。人就像庄稼，缺了某样东西就要生病，长期只吃干粮咸肉，不见青绿，身子里就缺了活气。缺了这第一种活气，天一黑眼睛就瞎；缺了这第二种活气，血就锁不住，从牙缝里、从皮肉里往外泄，旧伤也跟着崩裂。这病不是天降的，是吃出来的。只要把这两样活气补回去，人自然就好了。当真只是缺了青菜？将军若不信，可让人去库房翻找干黄豆，用温水泡发，生出豆芽，让夜盲的弟兄连汤带菜吃下去，3、5日内眼睛便能见光。至于这浑身红疤的重症，光靠豆芽不够，我得弄来大量的新鲜青菜，才能彻底断了病根。新鲜青菜？李成武，这冰天雪地的，上哪儿给你弄新鲜青菜去？青菜我自有办法种出来，但这需要时日。当务之急是另一桩要命的事——御寒的冬衣。我听闻关外的匈奴人正集结兵马，欲断我边贸。正是，那群蛮子看准了我边关闹瘟疫，缺衣小食，趁火打劫，死守贸易关口，断了我们采买皮货的路子。没了皮货，将士们这个冬天怕是要冻死大半。将军，给我备一车货，我亲自去会会这群蛮子。哟，这不是黑风关的人吗？怎么，城里的瘟神还没把你们收干净，跑出来送死？忽律台首领，别来无恙。在下李成武，今日前来是想与首领做一笔买卖。买卖？你们大前人现在自身难保，还有什么值钱东西，敢来跟我忽律台做买卖？忽律台首领，我以这一车茶叶换贵部一样东西。你拿这种发霉的劣茶也敢来糊弄本首领？这种粗茶，连我们部落里喂牲口的奴隶都嫌弃。说吧，你这一车破茶叶想换我什么好东西？战马？还是上好的狐皮？我倒要看看你能开出什么天价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首领您那边那些堆着没用、准备扔掉的废羊毛。你说什么？
废羊毛，就是那些剪下来的腥臭难闻又脏又乱的废羊毛。我以1整车茶叶换您这堆没用的废物。疯了！这个大钱人疯了，他要用茶叶换我们的废毛，换那堆喂牲口都嫌臭的破烂儿。傻子！天底下竟有这种傻子！快换给他！快换给他！这傻子没反应过来。成交。忽律台首领，一言为定。成交！哈哈哈哈！成交！快！把那些废毛全都给这位财神爷装上，一根都别给他剩下。公子啊，咱们就拉这堆臭烘烘的破烂回去，弟兄们还等着东夷救命啊！老栓，记住我一句话：这世上没有垃圾，只有放错了地方的宝贝。走，拉回去。公子，这玩意儿真能做成衣裳？您闻闻，这味儿比茅厕还冲，怕是没冻死，先被熏死了。是啊，公子，这毛又硬又油，搓都搓不开，匈奴人剪下来都嫌弃，咱们费这劲儿图啥呀？你们说它臭，说它油，说它硬，可你们想过没有，它为什么臭，为什么油？因为它身上裹着一层油脂，这层油又腥又黏，沾了水更是又冷又臭。可只要把这层油脂洗干净，这怎么白了？草木灰水性烈，最是去油。用这滚烫的碱水反复煮，反复洗，把油脂全部涂去，再漂净晾干，就不臭了。不臭了，真的不臭了，而且这么软，这么白。公子，这真的是那堆臭破烂变的？化腐朽为神奇，不过如此。都别愣着了，按我教的法子，热水脱脂，反复揉洗，把这一车废毛全都给我变成雪团子。是。公子，毛是白了，软了，可这一缕一缕的，怎么变成衣裳啊？接下来就该这位功臣上场了。神了，真神了！这松松垮垮的毛竟然能变成线。成儿，这纺车好用得很，比纺麻线还顺手。有了这毛线，织成衣衫定然又轻又暖。您挑些手脚麻利的工人婆样一并教会了，这羊毛衫我们要织出成百上千件，救活整个边关的将士。太暖和了，公子，这衣裳比我那件破棉袄暖和10倍，贴身穿着又轻又软，一点都不冻了。这就是羊毛衫的妙处，锁热。公子，您让我们在这背风坡挖坑是要做什么？种菜，用牲口棚的分粮连同干草铺在坑底，这叫酿热温床，能自己发酵生热。再把工坊火烫烧剩的废气用陶管引到坑底，添一把火。最后用木条搭起弧形骨架，覆盖上刷满金黄色桐油的麻纸。公子这大冬天真能种出菜来，我活了50多年都没听说过。7日之后，这棚子里会给所有人一个天大的惊喜。李成武，你立下的半月军令状，今日已是第14天了。将军此话何意？军中坏血之症仍未见好，更要命的是，关外的匈奴单于已经知道了你用猎茶换废毛的事，他认定你是个不知所谓的疯子，黑风关气数已尽，他已断绝一切边贸，并扬言3日之内
若黑风关拿不出像样的过冬物资，他便要踏破关门，将这黑风关连同你李家上下尽数屠尽。李成武，本将信你一次，把整个黑风关的命都赌在了你身上。在限期将至，强敌压境，你的冬衣呢？你的青菜呢？你拿什么让本将守住这黑风关？将军来的正好，你要的冬衣，你要的青菜，我都给你备好了。3日后教场点宴，我要让满营将士，让关外那位不可一世的单于亲眼看看什么叫天翻地覆。我倒要看看那个用茶叶换废毛的傻子能变出什么花样来。怕不是要拿那堆臭烘烘的废毛给将士们当冬衣穿吧？将军，这李成武怕是要误了大事啊！是啊，3日之期已到，匈奴大军压境，他若拿不出真东西，咱们黑风关今日怕是要血流成河了。将军，久等了。李成武，全军将士、关内百姓乃至关外强敌都看着你呢。你立下的军令状，今日能否兑现？诸位将士，李成武知道这个冬天你们过得苦，缺衣少食，弟兄们冻死在哨位上，病倒在营房里。但从今日起，这样的苦日子到头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么白，这么软，这是衣裳，竟有这般洁白柔软的衣裳。穿上试试。暖和，太暖和了！这衣裳，贴身穿着，又轻又软，浑身上下暖洋洋的，比我盖3床棉被还暖和呀！公子，这是神仙衣裳啊！穿上它，我再也不怕那哨位上的寒风了。好东西！李成武，这就是你用那堆废毛做出来的？正是，这羊毛衫保暖远胜匈奴兽皮，且轻便柔软。我李家工坊已备下数百件，足以让将军麾下弟兄人手一件，温暖过冬。有了这数百件神衣，我黑风关将士再不惧严寒。李成武，你立大功了！不可能，那是废毛。羊毛衫解了冻，可军中弟兄那浑身溃烂、牙龈流血的坏血之症，又当如何治这病？唯一的法子就是吃新鲜的青菜。新鲜青菜。这天寒地冻的，上哪儿弄青菜去？哼，毛衣是做出来了，可这冰天雪地，他还能凭空变出青菜不成？将军，您要的青菜就在那儿。诸位看好了，我说过，黑风关的死地能开出花来。青菜，是青菜！老天爷，这大冬天的怎么会长出青菜？这是神迹呀！是真的青菜。李成武，你究竟是人还是神？这一定是妖术！打脸只是开胃菜，接下来该让这草原上的财富乖乖流进我李家的口袋了。这黑风关今年这个冬天冻不死也饿不垮了。李成武，从今往后，你李家在这黑风关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谁敢动你一根汗毛，先问过我赵铁山手里的刀。公子，是您给了小子第2条命，这恩情，小的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！起来，你们守着这边关，护着这一方百姓，我不过是尽了点本分。
李成武，天大的喜事儿！朝廷派钦差来了，巡边钦差户部侍郎周大人，銮驾今日午时便到。钦差巡边，天赐的良机。李成武，那周侍郎可是圣卷正生的重臣，若是能入了他的法眼，咱们可就飞黄腾达了。本将一介武夫，不懂门道，这接待钦差的差事全交给你了。咱们该拿什么献给周大人？将军放心，周大人想要的东西，咱们黑风关独一份。苦寒，边关当真是苦寒之地呀！将士们镇守于此，餐风饮雪，朝廷亏待他们了。咦，这屋内为何如此暖和？边关苦寒，怎能烧出这般暖屋？回大人，这是李家工坊出产的蜂窝煤，如今我黑风关将士情房皆烧此物，再无一人动壁。这位是草民李成武，黑凤关巫山工坊主事，参见周大人。这是何物的香气？莫非是新鲜的青书？大人远道而来，旅途劳顿，想必早已食不甘味。草民略备薄涮，为大人接风，还请大人一步。青菜，新鲜的清炒小白菜，这冰天雪地的北疆，怎会有如此新鲜的情书？李成武，这青菜从何而来？回大人，此乃草云工坊温室所出，大人若不嫌弃，请尝。好啊，好一个黑风关，好一个李成武！老夫万万没想到，在这冻死人的绝境里，竟有人能种出这般鲜活的青蔬，做出那般暖和的冬衣，让将士们活了下来，活得有了人样。你这哪里是种菜，你这是活人无数，功在社稷的不世之功啊！大人折煞草民了。草民别无所求，只愿这北疆将士能穿暖衣，吃饱饭，守得住这万里河山，护得住身后的万千百姓。好一个穿暖衣、吃饱饭、守河山、护百放姓！你今日为朝元所做的一切，如此定当如实利民的良才，朝廷绝不能埋没了你。这青菜与冬衣，老夫要带回京城献告圣上，价钱你尽管开。李成武，这个大钱的妖人，竟然用一堆废毛就想控制我草原的命脉！集结大军，我要踏平黑风关，杀光李家人，抢走他们所有的过冬物资！废物！一群废物！本单于让你们守在护市关口，断了黑风关的边贸，逼死那帮大钱人。结果呢？草原各部的牧民为何放着好好的仗不打，争先恐后的把羊毛卖给那个李成武？单于息怒，那李成武实在是太过邪门，他用咱们看不上的废羊毛做出了好衣裳，还拿铁锅茶叶换。牧民们觉得卖羊毛比打仗划算，又安稳，住口！又有进项。好一个不费一兵一卒就掏空我草原根基的李成武！此人若再这般经营下去，用不了3年，我草原各部都要变成给他放羊的奴隶。传本单于令，集结全族最精锐的5000狼骑，本单于要亲自把这小小的黑风关彻底抹去。西墙塌了，快去禀报将军！将军，不好了！关外发现匈奴大军，
漫山遍野全是狼骑，少说有5000之众，打着单于的王旗，正朝咱们杀过来了。城墙坍塌，5000精锐狼骑单于亲征，而我城内满打满算只有500老弱残兵。老天爷，你这是要亡我黑风关啊！将军，守不住啊！城墙塌了大半，500残兵怎么挡得住5000狼骑？将军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弃城突围，保命吧！黑风关守不住了！难道我赵铁山真要弃了这祖祖辈辈镇守的黑风关吗？诸位将军，如此愁眉苦脸，所谓何事？李成武，5000狼骑压境，城墙塌了大半，城内只有500残兵，咱们是战还是走？战还是走，都不必。5000狼骑，单于亲征，好啊，来得好！这一次，我要让这天下无敌的匈奴狼骑有来无回。我要让那不可一世的单于亲眼看看，他引以为傲的5000铁骑是如何葬送在这黑风关下的。李公子，你疯了吗？拿什么葬送？就凭我们这500个拿着破刀的残兵吗？刀，那种冷兵器也配叫武器？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跨时代的降维打击。李公子，你莫不是被吓糊涂了？500老弱对5000狼骑，城墙还塌了大半，就凭你那暖和的毛衣，还是那几着青菜？将军，事到如今，可还信我？信啊！本将信你。传我将令，自即刻起，黑风关全城兵马、民夫、物资尽数交由李成武先生节制调度。有敢不从军令、动摇军心者，斩！传我第一道命令：城墙不修了。什么？李公子，城墙不修，门户大开，那狼连岂不是长驱直入？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修，500残兵，数丈缺口，100年雪灾，你拿什么修？便是把这500人全填进去，3天3夜也堵不上这个窟窿。与其把力气浪费在堵那堵不上的墙上，不如给他们挖一座坟墓。坟墓！传令，即刻征调全城工匠、民夫，在我后山东方给我架起20座高炉，把全城上下所有能搜罗到的废铁、破锅烂梨、断刀废甲，统统给我熔了。我要在3日之内将这满城废铁炼成一样足以让那5000狼骑葬身于此的杀气。老天爷，这炉火怎么这般旺？这铁竟真的烧化了！诸位，看好了，从大孔拉到小孔，一遍一遍反复拉拨，这铁条就会越来越细，越来越长。这玩意儿是干啥用的？缠着这么多刺，跟个刺猬似的，莫不是拿来捆人的？记住，战壕一定要挖成上宽下窄的倒 V 型，外纹要陡要滑。这就是李公子说的杀气。几根破铁丝，几个木头桩子，
我还当李公子有什么通天的本事？老夫在边关打了一辈子的仗，匈奴的狼骑冲锋起来地动山摇，就这几根细的跟头发丝似的破铁丝，几根一撞就断的木头桩子，也想拦住那重甲战马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！这是拿全城弟兄们开玩笑啊！老将军说的对，这几根铁丝看得像附着千年寒冰，不起眼。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3日之期已到，狼骑相至。老将军，你不是不信这几根破铁丝吗？那就请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着，看着你眼中那不可一世的5000狼骑是如何被这几根破铁丝送进地狱的。哼哼，这就是黑风关的防御。哈哈，城墙都塌了，就靠这点破烂木桩拦路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哈哈哈哈哈！单于，那大前人怕是吓破了胆，黔驴技穷了。末将看，咱们5000狼骑一个冲锋，便能将这黑风关连同那李成武尽数擦为齑粉。狼骑，传本单于令，冲锋，踏平黑风关，活捉李成武，屠尽满城鸡犬不留。完了，完了，5000狼骑呀！就凭那几根破铁丝，黑风关要血流成河了。李成武，敌气已至，要不要放箭？再等等，再等，敌骑就要冲到城下了呀！放心，一支箭我都不会浪费，因为根本用不着。这是什么？我的腿！怎么回事？停不下来，都停不下来呀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几根铁丝，怎么就把5000狼骑？李成武，你早就算到了，他们这么冲过来会死。重甲骑兵的优势是冲锋的速度与力量，可这优势一旦遇上克制它的东西，就会变成催命的索命符。他们越是悍勇，收势越是不及，冲得越快，死得越惨。我部下的从来不是什么神兵利器，不过是几根铁丝几道沟壑罢了。真正杀死他们的，是他们自己的狂妄。妖术，这绝对是妖术！那不过是几根铁丝啊！怎么会？撤！快撤！赢了，我们赢了！5000狼骑全军覆没了，单于跑了，我们赢了！万岁！李公子万岁！黑风关万岁！李成武先生，今日一战，您力挽狂澜，全歼狼骑，保我满城军民性命。此等惊天动地之功，赵某此生此世誓死追随，绝无二心。誓死追随李公子，黑风关万胜！是诸位将士在绝境中没有放弃，是民夫挥汗如雨。这一战，我们守住的不只是一座黑风关，我们守住的是关内千千万万正等着我们去吼护的百姓，是这巍巍华夏万里疆土不容外辱的脊梁。饶命！大前的将军，饶命啊！我们投降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李公子，这数千俘虏
该如何处置？这些蛮子凶残成性，留之必为后患，不如尽数坑杀，以绝后患，也好震慑草原。杀！血战血场！坑杀，老将军，杀人是最没用的法子，死人什么都做不了，可活人却能为我所用。先生的意思是，黑风关城墙坍塌，必须重建。后山矿藏丰富，正缺劳力开采。这数千俘虏，正是县城的矿工与民夫。传我的话，放下兵器，归顺者免死。他们去后山挖矿、采石，重建城墙，管他们犯。若有抗命、逃窜、作乱者，格杀勿论。厉公子，您对这些蛮子未免太过仁慈了。仁慈，老将军，这不是仁慈，是算计他们，让他们亲眼看看，在我治下，便是俘虏也有饭吃，有工钱拿，不必再像在草原上那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拼命。这数千人，将来若是放回草原，便是数千个活生生的招牌。他们会告诉所有牧民，跟着我李成武，比跟着单于打仗活得更好。到那时，我不费一兵一卒，便能瓦解整个草原的军心，让那单于再也凑不齐第2个5000郎兵。诛心，这是真正的诛心之策呀！李公子高瞻远瞩，是老夫鼠目寸光了。李成武先生，您这哪里是打仗，您这是在下一盘掌控整个北疆的大棋呀！成儿，咱们李家从那濒死的破庙，到今日的威震北疆，为父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！你为咱们李家挣下了这天大的基业。爹，基业再大，也只是手段。孩儿想要的是让边关将士不再冻饿而死，是让关内百姓不再受异族欺凌，是让我们李家乃至这天下所有的好人都能挺直腰杆，堂堂正正的活着。李成武先生，探子来报，逃回大漠深处的单于冒毒并未死心，他正联络草原各部，扬言要在开春冰雪消融后，集结10万大军卷土重来，踏平黑风关。开春10万大军，看来那单于是没被我打疼啊。与其坐等他凑齐10万大军倾巢来犯，不如趁他病要他命。我倒要主动出击，在这冰天雪地里杀进他的大漠王庭，把这个祸根彻底铲除。李公子，万万不可呀！冬季大漠环境何其恶劣，大冬天深入茫茫雪原，补给艰难，无异于自寻死路啊！补给艰难，行动迟缓。老将军，那是你们的打法，给我10天，10天后发兵出征。李公子，您力挽狂澜，老夫心服口服。可这冬季远征大漠实在是太凶险了呀！滴水成冰，人马难行，粮车笨重，一日走不了几里地，干粮冻得跟石头一样硬，咬都咬不痛。弟兄们还没见到单于，就先冻饿死在半道上了。古来名将败于后勤者不计其数，先生可有破解之法？粮车笨重，干粮难传，这是困扰了无数名将的死结。可这个死结在我李成武这里，其他人无解，我有解。诸位且随我来，看看我李家军队是如何把这兵马未动、粮草先行的千古铁律彻底掀翻的。这是何物？把好好的面条蒸熟了，又下油锅炸干。李公子，您这是糟蹋粮食啊！
油炸脱水的方便面，一袋下去，一个士兵一餐的能量全齐了。李公子，这一袋东西，干巴巴的没汤没水，弟兄们行军打仗吃这个，能顶饱吗？能有力气吗？老将军莫急，过几日教场点兵，自见分晓。慢着！李成武，这就是你给三军将士准备的军粮，一块干巴巴的破面饼，几束没油没水的干菜，塞牙缝都不够。你让弟兄们啃着这玩意儿去远征死战，我看你分明是克扣军粮，中饱私囊，拿这等猪狗都不吃的东西糊弄朝廷，你视将士性命如草芥，这是死罪，是要满门抄斩的死罪。孙建军，你血口喷人！李成武先生绞杀狼妻，劳苦功高，这军粮乃是先生的呕心之作，岂容你污蔑？呕心之作？就这破面饼，咱家今日定要参他一个苛待军士之罪。孙建军，你说是苛待将士，是不是尝一口不就知道了？老栓，取一袋军粮，烧一瓢开水来。哼，开水？浇点开水就能吃了？哼，咱家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孙建军，睁大眼睛看好了。好香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孙建军，你不是说这是猪狗都不吃的东西吗？你尝一口，告诉满营将士，这究竟是苛待还是恩赏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这世上竟有如此美味的吃食。李大人，是下官有眼无珠，污蔑了大人。这军粮是行军远征的旷世神物啊，既能果腹又能驱寒，下官糊涂，求大人饶命啊！孙建军，你不是说塞牙缝都不够吗？怎么自己抢着吃了一大碗，还舔干净了？构陷功臣本是死罪，念你初犯，不与你计较。回去告诉京城那些惦记我项上人头的人，黑风关的事，黑风关自己说了算。滚！后勤之困已解，丢掉笨重的粮车，我的军队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，如一柄利刃直插单于心脏。茂түр，你以为你还能等到开春集结10万大军？我偏不给你这个机会！传我将令，全军出击！轻装简从，行军如飞。李公子，您这哪里是行军？您这是把一支大军变成了一柄出鞘的快刀啊！目标：大漠单于王庭，全军急行军，不破王庭，绝不回头。没有了后勤的桎梏，这就是一支真正的闪电之师。古代战争的形态将由我亲手改写。敌袭！有敌袭！怎么可能？这冰天雪地的，哪来的敌军？李成武，怎么会是你？这冰天雪地，千里大漠，你是怎么3天就杀到我王庭的？单于别来无恙，你不是说开春后要集结10万大军踏平我黑风关吗？本官觉得太麻烦了，所以决定在你10万大军凑齐前，亲自登门送你一程。你休要猖狂！我王庭上有数万分人，便是插翅也休想活着回去。数万部众，是你麾下那些饿了一冬天的部众吗？那本官就让他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攻心为上。现在投降的一概不杀，我手里的面管饱。好像是肉，是面的味道。我饿，我好饿啊！我连一口饱饭都没吃过，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饿着肚子给单于卖命？
都给本单于站好！那是大前人的诡计，谁敢临阵脱逃，本单于杀了他！我不打了，我要吃饭，我要吃肉。我投降，给口饭吃吧！败了，我败了，败给了一碗面的香味。我纵横草原一世，竟败得如此荒唐。单于，本官说过，民心所向，从来不在刀剑。你穷兵黩武，让草原饿殍遍野。我以工代战，让边关丰衣足食。你输的不是这一仗，你输的是人心。刀兵止息，四海归心。先生，自此北疆永靖，再无边患。您这不世之功，必将名垂青史。匈奴已平，接下来就看京城里那些人要如何对我这功高震主的边关李成武了。